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未来，我是 Grace。好久没有跟大家录关于吸引力法则的影片了，但是就是经常有朋友留言问我说，你知不知道 manifesting 方法里面的关于 Nicholas 369的方法？我知道啊 ，Nicholas 369方法把它运用到吸引力法则里，这是在国外非常的流行。那我今天呢，就也想把这个方法介绍给大家。那关于 Nikola Tesla， 大家都知道啊，是一个天才发明家，百年不遇的天才发明家，交流电之父，有非常多被大家熟知以及不为人知的发明创造。Nikola Tesla 呢，在传说中，他对369这3个数字非常的痴迷。他认为啊，他甚至说过这样一句话 ：If you only knew the magnificence of the 3, 6, and 9.Then you would have the key to the universe. 那他这句话就是说，如果你了解了369这3个神圣数字的神奇之处，你就找到了通往宇宙的大门的钥匙。关于是不是钥匙，我就无从发表见解了。但是 Nikola Tesla 确实呢，是对这些宇宙原理以及神圣几何的分解非常的痴迷。有传说说，他每天在进门之前都要绕他所住的地方走3圈，这个神圣数字3嘛，走3圈以后才会进门。当然这也是传说，大家千万不要拘泥于一种定式，觉得我一定要这样或者是那样。其实 Nikola Tesla 他369的方法就是要告诉大家，369它可能就是一个神圣几何的分解，或者是一个 universe pattern。你可以用3变、6变或者与9这些有关的东西，把它串联在你自己的运用吸引力法则的运用里面。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个方法。那首先呢，我们要来说到数字3呢，就是你可以。关于我们大家都知道 affirmation 就是你的自我肯定非常重要，很多你东西重复多了以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你的信念。那其实信念是什么呢？就是你经常重复在你的思维里占主导地位的一个念头而已。那你每天呢就可以抽3个时间，比如说早上、中午、晚上来进行你自己的自我肯定。那这里呢就出现了数字3。再有甚者呢，有朋友可以选择3个愿望，就是在3个时段里选择3个愿望，然后把这些愿望呢来进行写下来，来进行自己的 affirmation， 这就是数字3。那关于6的应用呢，之前呢 Neville Goddard 他在他的书里都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你要去感觉你的愿望已经实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它就像你自己的一个 guide system 一样，它就告诉你是走在正确的路上，还是走在不正确的路上。就是你简单的可以把你理解为，当你感觉好的时候呢，你就是在朝正确的方向去走；当你感觉特别差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有可能就是偏离了你应该走的正确的轨道。那 Neville Goddard 他也一直强调，你一定要去体会你的目标已经实现了的这种感觉。那关于数字6呢，你每天就可以抽6个时间，在找出这6个不同的时间来进行这种感觉上的体验。你可以就做一个短暂的小冥想，然后闭上眼睛去想一下你想要的目标已经实现了，那这种感觉是什么？去真正的 feel it， 去沉浸在里面。每一个大家都说啊，我现在这么忙，你每天还让我抽出6个时间。其实每次呢，你只需要去花90秒的时间。90秒你还是有的吧？那每天6次，花90秒的时间去进行这样一个感觉的体验，那这样就有了数字6。那关于9呢？你有没有发现90秒乘以6个时间段，就正好是9分钟，就出现了数字9。有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的神奇啊，就是很多时候3啊和6啊什么叠加呀，或者是怎么样，它就会形成一个9。所以3、6、9。这3个数字呢，好像之间真的是存在很多微妙的联系。那我介绍这个方法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关于 Nikola Tesla 的369的应用。当然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办法。369这3个数字呢，你可以把它通过无数个组合去运用到你的吸引力法则的应用中。比如说，你可以抽3个时段去
正面的肯定6遍之类的，这其实完完全全都在于你自己的个人体验。你关键是你要去体会怎么做才是你对你自己真正有效的，对别人有没有效其实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要听别人说哇这369这应该这样做，或者说别人说 Nikola Tesla 这个方法应该是这样做，其实没有一个就是固定的方法它一定是正确的，在这个方法上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而是你把这个369的数字你觉得如何的运用到你自己的这种训练里面，你会觉得更加的适合你自己，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什么是适合你自己的。所以呢，今天这个非常简短的视频就是想告诉大家369，只要你知道了有这么一个数字组合的存在，然后你非常有创意的把它叠加在你的生活里加以运用，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并不存在一个非常既定的说 Nikola Tesla 369就一定要这样应用的一个说法，我认为是不存在的。但我自己是怎么做的呢？我通常每天呢，我非常认为 affirmation 我非常肯定这种做法，所以我每天都会花3个时间段去进行自己这些正面的正向的肯定。但是我就觉得我不会去掐具体的时间，比如说就必须是90秒，我还没有说完我就立刻结束，并不是这样的，而是我其实不会太去拘泥这个数字我一定要限定在什么样的数字上，而是说我会把它限定在3个时间段，没有错。在这个自我肯定的过程中呢，我会尽量的去沉浸于感觉上，而不是说就是一个机械的重复啊，我很自信，我很快乐，这样语言上的重复，如果你没有夹杂在感觉在里面的话，就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们的感觉其实就是我们的意识与潜意识之间之间的一个对话。当你感觉非常好，或者是感觉你这个目标已经实现的时候，感觉怎么样的时候，那你这一个正向的信念就会慢慢的去沉浸到，通过你的 affirmation 去感觉很好，它就会慢慢的沉浸入你的潜意识。我们知道啊，我们的意识其实并不主宰我们所有的行动，因为很多你的选择，你的行动都来源于你的深层次的信念，而这些信念呢，都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中。有时候我们的意识甚至意识不到我们的潜意识中有这样的信念在影响着我们。那通过你自己的 affirmation， 你就能够呢，把一些非常正向的自我肯定、正向的信念去传递到潜意识里，去替代你之前所固有的一些负面的信念。那反过来呢，感觉也是潜意识在向你的意识反馈的一个工具。你可以通过自己感觉好不好，就可以知道潜意识在向你反馈你现在有没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你有没有做得很好，这都是一个相互的反馈的过程。那通过每天有留给自己时间，冥想也好， affirmation 也好，这些时间你留给自己的越多，你会发现你自己的灵感直觉都会越来越准确，而你的灵感和直觉呢，其实通通都来自于你自己的潜意识。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非常的简短，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传达了很多非常有用的信息，希望你们觉得有所收获。好，我们下期见，拜拜。